所以香蓉，川普这一趟真的是有备而来耶。他不但是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长、国安顾问这边已经配置好了一个完整的部署，我对付移民会是怎么样的对付法，我对付军方会是如何的对付法。我在司法部这个任命很重要的是，所有他的政敌，不管是贺锦丽，或者是裴洛西，或者是奥巴马，那么大家还有希拉蕊，其实大家都等着，因为他都已经布局好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未来这一年，哇，美国内部可以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几天当然全世界都会受到这些人事名单的吸引、关注、冲击，那讨论很多。可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真正需要去理解的就是说，用这些人背后的思维是什么，而不是这些个人。这些个人里面，每一个都摆在一个跟他们主张相反的位置上面。比如说，他今天发布呢，这个小劳勃甘乃迪，他是反疫苗的，去当卫生部长，然后呢，去杀狗的去当国土安全部长，然后呢，被摆在呢恐怖分子名单，每次上下飞机莫名其妙都被拉去脱衣服检查的，去当那个国家情报总监。拉巴德之所以呢叛离呢民主党，就是他莫名他发现他在就是说恐怖反恐名单里面，所以他几乎就都是把就是说，或者现在呢刚呢阿亮提到，就是有这种贩毒跟强暴，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嫌疑的去当了司法部长。然后呢，把这个就是说呢，反军人、反建制派军人去当国防部长，对，你就知道就是说，他的用人的逻辑就是让每一个建制派的体系里面呢，用我们打麻将的术语好了，你怕什么就来什么。基本上面呢，就是完全针对你所想的那件事情的反面。这些人其实对于川普来讲，每个都是 killer。每个呢都是杀手级的应用，他都是 killer， 就是你进来就是给我杀，不管我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面，我就是要你把那个位置，因为你的想法、你的观念跟这个单位的存在的目标呢是完全相反的目标。这跟我们传统对于人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传统人事的理解就是你都必须要有那个领域里面的专业。你跟那个领域里面呢，它的主流的政策啦、建设啦，或者整个的市场的趋势要一致。可是川普是倒过来的，川普基本上是因为他要去颠覆这个体制，颠覆建制派，所以他是把一个杀手都派进去。你想会干杀手的，最重要就是忠诚，第二个要狠。忠诚跟狠，就是对他要处理的对象呢要很狠，对自己的老板呢要很忠诚。这些人每一个都一样，就像呢那个呢原来会被挑为副手的那个南港那个会杀狗的，就觉得他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告诉他说呢，他家里面有一只14个月大的狗，因为不太听话，他把它杀了，亲手杀，就是。你听起来很惊悚，对不对？你不要说呢，在美国这种呢，对动物呢基本上是有很强烈情感，一般人也都会觉得说，你就算干了这有啥好写的呢？可是他会觉得这个是他很值得炫耀的事儿，你知道，这些人都有病啊！你知道，每个杀手的心理都不会健康的。会干杀手的人呢，除了对这个组织忠诚呢，对你的敌人很狠之外，那些人的成长的过程基本上都不会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才会有一些呢很特别的想法，包括当卫生部长的反疫苗的，你想他反疫苗，他是反所有的疫苗啊，他特别反的新冠疫苗。对。那如果说呢，你现在作为一个卫生部长反疫苗，那请问你要这个部干嘛呢？就这个部呢，突然就变得莫名其妙了。不会啊，就把所有那个要上市的疫苗统统给挡住啊！我就说，对我们都要顺着现在他的思维去，他大概就会这样子干。可怕啊！所以我说他就是个杀手，每个单位里面派来的都杀手，派最反中的Rubio去当了国务卿，不是一样的逻辑吧？你如果看他用其他的人，他会用Rubio，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你Rubio反而变正常。对，你讨厌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我派你来就是当杀手，我不是要你来搞好一件事情，而是要你把这件事情呢搞烂，先颠覆掉。
它很像什么？我再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古龙的小说？古龙的小说里面有一部呢叫《绝代双骄》，是很有名。《绝代双骄》里面除了小鱼儿跟花无缺以外，这两个主角之外，里面最有名的是十大恶人啊。你看看这几个人像不像十大恶人并不是真的恶，十大恶人是每个人呢，他都有他的独特的成长背景，性格诡异。好，那这十大恶人呢？那我就告诉你，十大恶人的下场，这十大恶人的下场都很惨。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惨？他们并不是被十大好人杀了，他们是自相残杀。当他们真的凑在一起的时候呢，一旦开始有某些的议题立场矛盾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好妥协的人。这些人呢都是杀手级的，他们之间呢能够存在是互相不矛盾的情况，可是，一旦出现互相矛盾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那你说，那川普怎么这么懂东方哲学？他看过《绝代双骄》吗？没有，他不用看《绝代双骄》。有一本书，大家再去看一看，其实一模一样。马基维利那本书呢？不，那本书呢是前几年很夯的，叫做《Moneyball》。魔球，你知道魔球？他现在在组织他的内阁团队的方式，跟 Moneyball 呢，在当时在组运动家那支棒球队是一样的。他用的呢，都是各个球队不用的人。各个球那些球员到各个球队的都不会被用，因此呢，他们现在都认为自己的人生呢已经完了。他们在自己的某些议题当中都是很少数的。可是呢 ，Moneyball 呢这个教练呢，他就完全用数学计算的方式，把它凑成一支很强大的队伍，然后能够让他连续21胜，创下呢大联盟史上的最高的纪录。每个人在关键的时刻，他只有呢特定应用，每一个球员，他都只有一项专长，一个特点，同时在某个特殊的这样子一个比赛的场合的时候派你上，因为这个场合呢，你是最强，他只要在某个事件当中是最强的，他就放进那个球队里面，那个逻辑跟这个内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在看这些人的时候，他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他其他方面总体评价都不会高。可是呢，他们在摆的那个位置上面来讲，他可能都是最狠的那个，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团队，他的理念呢不难理解，只是这些人会狠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十大恶人自相残杀，就是川普垮台开始。好，当然这个我小补一下，那个国土安全部长 Kristi Noem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只狗竟然敢咬我，不可训练，太危险，所以我就开枪把它杀了。然后后面还讲一段话。他说：“他认为拜登那一只牧羊犬也该杀，而且他是用开枪的方式。对，他还杀一只羊，他倒不止杀一只狗，他还杀了一只羊。可怕的说，这就是，但是他很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他把它写在书里面，当作是他的自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他说最艰难的决定。然后他公开演讲，说拜登那只牧羊犬也该杀。当然，我对《魔球》这本病的人。”我对《魔球》这本书的解读跟香龙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里面牵涉到行为经济学的一些运用啊，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单一，但你解释的是用一个方向来看，其实还不错。但我觉得他真的在执行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就你与其让敌人尊敬你，你不如让敌人害怕你。对啊，我觉得川普现在就是如此，我带着我的目标来，然后我的行事疯狂到让所有人都害怕他。当然，你要说这个建制派就不会有反扑吗？这也不太可能。好，所以反扑的事情会在后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那一个刚刚郑亮所说的濒于内战边缘的那个状况。但是他对全世界也是影响很大，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先谢谢 Bravo K001 的抖内啊，谢谢赖建成的抖内啊，然后还有 ZL 的抖内，他说比较好奇，如果把非法移民呢全部都驱逐光了之后，那缺工的问题到底川普要怎么解决？毕竟老美已经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廉价劳工了。那么这让我觉得这部分你可不可以稍微的来评估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提到缺工的问题，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这个问题有点问得太早，因为他一年美国的非法移民有1100万，他一年的驱逐目标是100万所以影响没有那么快啦。而且对川普来讲，他会觉得我那些可怜的下层的白人们要找工作啊，他会用这样来解释啦。那所以你就要去看那个失业率有没有变化因为他一年设定目标是100万，其实100万就已经够呛了。
没错，没错，你足以在边界引发非常多的话题，而且足以在边界创造很多的影像。对。但是你说放到整个美国的经济里头，也许影响是有限的。有限啦，没那么快。当然，那个库鲁曼就故意写文章了啦。对了，他说川普你这样会造成所有的那个服务员啊，那个整个成本都会提高啊。我们倒过来想，所有的移民问题，在一个像美国这种社会里面，它都是用人权概念去包装经济问题。今天当他开始可以认为大量驱逐移民、驱逐非法移民，而不至于影响到他的政治基础，他就告诉你，美国社会现在没有这么缺工。没有这么缺工，他当然就不可能吸纳这么多的移民。你看职位空缺数哦，从去年呢有到1000万、1100万，现在的职位空缺数是700多万，它的职位空缺数少了300多万，可是它的就业市场呢、失业率呢，其实变化不是很大的哈。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然后拜登这4年弄进来的非法移民是650万。没错。